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目前这周已经是正常开工了，所以有想要听 soundbar、听音响、看电视的观众朋友，就可以直接来我们麦式音响逛逛了。那其实今天这一集本来是要录这个 Sony 他们2024年全新电视的一个发表，但他们直到2月中，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相关的消息。所以趁这个空档，我想跟大家聊聊，就是说，你在买soundbar、买音响，还有这个买电视之前，你做功课的时候，你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那以及呢，对于这个线上试听、线上试看的一个看法。那为什么会想要聊这些呢？其实因为像我们门市在接待很多客人嘛，其实很多客人他在试听的时候，他是完全就是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就他不知道从何开始，他不知道要怎么去体验各种产品的一个差异。所以我觉得怎么去跟大家聊聊说怎么样去试听，怎么样去试看，我觉得这对于大家选购这种产品，其实你不只是选音响嘛，你选很多东西来讲，我觉得它都算是一个比较有参考性的建议哦。那首先我们现在来聊说，就是你在试听音响或试看电视之前，你要做的最大一个准备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说，你会去上网去看它各种资料嘛。那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它的一个尺寸，就是很多人他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空间放不放得下。而且尺寸这个东西呢，是你不用说你懂音响，你只要是个人，你基本上你都可以知道说这东西适不适合放在你家里面嘛，这样子。那当然你看了一些介绍的影片，你就知道说，假如说像现在的soundbar的重低音它是无线的，它不一定要放在前方，它可以放在后方。那后环绕的话，基本上需要放在你的左右手两侧或者是后方的位置，那这个你是可以从介绍知道的这样子。那至于说什么几声道，什么 5.1.4， 什么 7.1.2， 这个我就觉得说这部分其实大家做个参考就好，因为你实际上的环绕效果你还是要去做试听的。好，那既然你要试听的话，其实我非常建议各位就是说，你在试听之前呢，你去选定第一个是你试听的话会分两个部分嘛，一个就是听所谓的音乐，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电影的部分。那音乐的话，我们又会细分成几部分。假如说你是很喜欢听重低音的，你就要听它的低音；那你去听它的人声，那听它的一些。假如说你很喜欢乐器类的话，你就可以去选乐器的声音哦。所以其实我自己的习惯或我的建议来讲，我会建议大家说，你一开始你在家里面，你或者是你用车子上面的音响，你去选几首就是它低音很重、很有特点的，然后或者是单独人声，或者是人声配这种简单的乐器的。为什么？因为你在家里面用你现有的设备，或者是你在车上的音响，你去听，你才对这个音乐，第一个它的什么乐器的内容或它的一个音乐细节，你会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哦。然后呢，你在试听的时候，我常常遇到客人说，他在 A 地点，就是 A 的商店有听过某些商品，在 B 的商店有听过某些商品，那最后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他也听了某一些的产品，但是他后来他还是觉得说，这样他还是搞不清楚说到底哪些产品好或他们差异在哪里。那这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什么？就在于说，其实你在每个地方听的时候，你没有一个标准的歌曲来做聆听，你都是假如说你上一首你听周杰伦，对不对？然后下一首你在别的地方你听周汤豪，那你这样子听不同的歌、不同的乐器，其实你根本就没办法去做比较。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你要先从这个把你的一些测试的标准曲目去建立起来，就好像他们以前常常有人在笑说，什么音响店啊，或什么音响展啊，都一直在放蔡琴。我觉得这个到后来其实它是有一个实质的意义的。为什么？因为今天你要比较的时候，那大家都播一样的歌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比较得出各种音响它不同的音色的差异。那另外为什么我还建议说你要针对低音，要针对人声，针对乐器呢？这个东西就变成是说，因为你一开始买音响嘛，你对于这些东西你都不是很熟，那你一下子听太多东西。假如说有的人说，我一开始试，我平常不听交响乐，我就拿交响乐去试，或者拿一些很复杂的音乐去试。那我跟你讲，这东西一多，你到底是要听人声，你要听低音，你还是要听什么乐器？你东西太多的资讯太多的时候，其实你一开始听你是根本没办法判断的。
所以简单来讲，你试听的时候，你就是要化繁为简，你把你听的东西做个标准，要把听的东西尽量给它单一化、单纯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视听音响部分那个音乐讲完了，那接着讲电影的部分了。电影的部分，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大家就比较难去做一个预前的准备，充分的准备啊。为什么？因为你一定是家里面没有环绕音响，你才要去听这个桑巴嘛。所以你一个片子环绕效果的好坏，你在家里面你是没办法去准备的，你只能到现场的时候去听这个店家的展示。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你可以提前准备，就是你找一些那种，假如说对话类型，就是人生的一些电影的片段，就是你起码去听一个桑巴，它的一个人生的清晰度是不是合你的一个胃口，或你找一些比较，像是你常看的电影，我觉得这样子你会比较对于那个人生的感觉你会比较熟悉这样子。那接着你到商店去试听了之后。假如说你会在各个不同的商店去听产品，那每一家店都播不一样的电影，其实你是没办法去判断那个环绕音效的好或者是差异的。所以我会怎么建议，就是说今天，因为像现在其实网络都很方便，那展示的店家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假如说像 Disney Plus 或者是像这个 Netflix， 那你在看店家这展示的时候，他们所播放的片段，他们所播放的片源。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你只要遇到你觉得不错的，你就直接把它记下来。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觉得其实你都可以问店员啊。其实介绍的人都应该还蛮热心的啦。那你到下一间店，或者是你要听其他产品的时候，你务必要用同一个桥段、同一个片源。什么意思？你就是假如说你用 Netflix 上面的一个电影叫《西线无战事》去做一个聆听啊，那你到下一个地点的时候，你还是要用 Netflix 上面的《西线无战事》，你不能说一个地方是用 Netflix， 一个地方是用蓝光机，那这样它整个听起来的音色其实差异会很大。为什么？因为其实蓝光片的它的整个的声音跟画面的码率都是比较高的，那听起来就是声音会完全细节都不一样这样子。那一样的桥段不用讲，你不一样的桥段，那个整个环绕的效果都不一样。就我们常常有遇到说，客人讲说他们在某个地方听了那个音响，然后他觉得效果非常不错，但到这边听的时候，怎么那个同样的产品在这个地方听感觉一般？那我就会问一下说，你在原本的前一个地方，它是播放什么样的一个片段？那他们就讲说，他们是用那个杜比所出的一个展示片。那我跟大家讲，这个展示片就像泡面的封面一样，就是他不管播，你拿一个1万块、2万块、3万块的音响，他去播那个展示片给你听的，你都会觉得，它的环绕的效果非常好。但这个东西，除非啦，就是，应该这么讲，我觉得基本上它比较没有参考性。就第一个，它的环绕效果，你在平常的看电影里面，它那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第二个在于说，我也觉得很少店家现在会放那种会有准备这个东西可以放给客人看的。所以就是看电影的部分，建议大家你就是选几部你是看得非常熟悉的这样子，然后如果你有遇到好的一个环绕的片段，就是你在店家试听的时候，觉得这个环绕的效果好棒哦，这个电影是哪一部，你就记得要把它记起来，这样你在其他地方听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做比较。好，那这个音响、soundbar、音乐环绕这个部分讲完了嘛，那就在讲电视了。电视的话，我觉得当然是你要先准备几个，就如果你是很想知道说，我什么 LG、三星、什么 Sony 按我高阶、低阶我要怎么选的时候，我觉得一样，你要去选一些片段。那片段来讲，我觉得要分几个类型的。那第一个当然是说，假如说你要运动那种比较多运动的场景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可能拿一些也许是像球赛可能比较难找啦，就是你可能要找一些那种动作片，然后它是一直有飞车追逐啊、武打的画面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那你可以测试一个电视它的一些在这种快速啊、飞车追逐的场景之下，它的一个清晰度。那第二个呢，你可能要找那种比较动态差距比较大的，什么意思呢？假如说是有一个夜景，然后夜景里面它有非常强烈的灯光，或是呢它在白天的光照的底下，它同时还有一些阴影的树荫处的那种
就是你看那种电视的展示片啊，他们都会有那种就是风光明媚的场景，然后但是它同时会有一些，假如说树荫底下会有黑暗的地方，让你去做对比，就是亮跟暗的差距很大的场景。那第三个就是我觉得你可能要选一些色彩非常缤纷的，那这个东西也许你在平常的电影来讲，你可能真的比较少看到，因为电影用色大胆的，我觉得是不多啦，因为除非像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像什么《银翼杀手》那种，他们那个用色比较真的是比较大胆。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就是说你去挑一些动画，为什么？因为动画其实这么讲，你的颜色，如果你实际上你在拍摄的时候，你要拍很鲜艳的颜色，第一个你就是要准备有那么鲜艳的物品嘛。那对于真实拍摄来讲，这个是不是那么好准备？但是动画，像是我之前看那个马里奥兄弟，你动画的颜色要怎么做？其实你就是在电脑里面调整嘛，那都可以人工做出来。所以你要非常的红，非常鲜艳的红，非常鲜艳的绿，非常鲜艳的蓝，那其实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也很好制作的。所以你从运动的场景，那你从这个亮暗的场景，那接着你再从这个色彩缤纷的场景，你去挑选一些片段，那接着你在比较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依据的这样子。那另外，假如说你是游戏的用户，那这个就比较没办法，因为你毕竟你现在很难说你找到一个地方，就是我要玩那个 PS5 某个游戏，然后让我玩一个什么5分钟这样子，那个比较难。所以你可能真的游戏的话，你只能从人家去选一些4K 120帧的或4K 60帧的一个影像，然后你在电视上去做播放。但是我觉得其实你把刚刚讲的3样的片源都准备好，其实你玩游戏的感受应该也是不会太差的啦。好，那接着这个试听的事前准备讲完了之后，那接着要讲说线上试听或线上试看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人就常常就是因为很忙嘛，所以他讲说，他有时候就是说在线上试听，已经在线上试听过这个音响，觉得它听起来不错，怎么样的？然后就是我有时候也看到有人讲，这个线上试听什么样根本就不准，或是怎么样这样子。那这个事情呢，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其实本质上线上试听或线上试看这个事情呢，它就属于一个比较算是行销的性质。什么叫做行销的性质？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它录得很好听，录得很好看，它的用意主要的目的是激起你的一个想要购买的冲动，就像泡面的封面一样这样子。但它跟实际聆听的效果呢，肯定一定是有差异的。为什么？因为你是透过你的手机，透过你的另外一组音响，它去做播放。那我必须要跟大家讲的是说，其实录音这个事情呢，大家不要看，就是说你录音好像，像我现在这边有一个麦克风，好像我就把它随便摆一下，我就可以开始收音了这样。可是实际上，我跟你讲，你这个麦克风摆在正前方收，跟你把它的这个方向，你把它朝向其他地方收，跟你把它摆到很远的地方去收音，那个听起来的音色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说这个线上收音，像我之前就讲说，我比较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我不是很喜欢去录，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没有参考性。因为坦白说，你今天想要作弊的话，你是可以借由这个麦克风的一个位置的调整、方向的调整，去让它 A、B 两组音响听起来，也许不像它原本的价差那样。就是只要一个3万，一个是6万，我可以让6万的听起来超级难听，让3万听起来的非常好听，就我可以实际上可以做到这个事情啊，这样，所以它对于参考性来讲就比较没有什么参考的实质的意义这样子。那线上试看电视这个事情呢，本质上也是一样，就是我之前有讲过，相机它对于亮度来讲，就是你今天你在拍的时候，你看到为什么像我拍，我会同时拍很多台电视在一起，因为你很多台电视因为你单独拍的话，你亮度的调整都是没有意义的。就我简单讲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今天一台很亮的电视，单独拍的时候，我可以把它拍成很暗；那一台很暗的电视，我也可以把它拍得很亮。所以你单独拍一台电视，然后去试看，这个是要去做比较，这个事情是没意义。但是如果今天你有2台、3台电视一起入镜的时候，你是可以借由3台画面的亮暗去看得到说，
谁比较亮，谁比较暗，这个是可以的，就我们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里面这样。那当然颜色的比较，这个也就比较难去看到，因为第一个你的萤幕可能有色差，那相机本身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跟那个原始的色彩有一点差距，所以这个颜色的东西其实你还是要亲眼去看，你会比较能够感受。所以就是说。但是我觉得线上视听、线上试看啊，录音录好看，然后录电视录的好看，它还是有一个存在的必要啦。就很多人讲说啊，这个既然录了没有意义，那干嘛还要录？就是说，其实像我自己啊，我有时候在录这些soundbar、录这些音响的时候，其实我用手机播的时候，我自己都会觉得说，哎呦，这个音响或这个soundbar怎么录起来呢？就是那么的好听，就连我自己，我都会觉得用手机放，我都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录的真的是声力，就好像现场有人在唱歌一样这样子。那当然，这也跟我们麦克风啊那些收音设备花了很多钱有关系啊。就是当你花了很多钱之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品质很不错的声音啊。这个就是也是钱砸下去，大家才可以听到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就像泡面的封面一样嘛，它就是需要存在的。因为你看了之后，你听了之后，你才有一个冲动想要说啊，我原本觉得好像都没有差，但听了这个手机播出来之后，哇，用手机听都那么好听，那我想要去试听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一个娱乐性，就是它有娱乐的效果啦。这样，那其实之后我们也还是会继续做这样，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这样听一听，其实也是蛮有乐趣的。好，那最后呢，我觉得因为我刚刚讲到说麦克风的调整可以让音色完全不一样嘛，所以这边我们就放个几段，同样一组音响，我把麦克风放在几个位置，让大家去听听看那个音色的差异哦。每一句话放在心上，才发现原来很久没这样。闭上眼看天空，每一句话放在心上，才发现原来很久没这样。闭上眼看天空，每一句话放在心上，才发现原来很久没这样。闭上眼看天空。好了，那这集的话其实就到这边。那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想看，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底下留言哦。我是 Alan，我们就下集再见喽，拜拜。